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作战环境，就连强大的美军都开始感觉到一丝无力了，只能选择未雨绸缪。今天试射一枚高超声速武器，明天再来一发洲际弹道导弹，各类先进武器的试验层出不穷，都是为了能够尽快形成战力，以此来应对未来的危机。如今，伴随着 F-35服役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军决定开始新型对地攻击弹药的研发。只是因为现在的 F-35仍不是完全体，现代战争把空地武器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敌军防空网络外发射的遥攻武器，一类是深入敌军防空发射的防空类武器。像 B-52、F-15以及 F-16这类隐身能力差、生存能力差的飞机，统统去给我发射遥攻武器。而像隐身战机这类生存能力强的飞机，就需要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了。只是 F-35至今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备用攻击武器，深入敌空范围后的打击手段太少了。在过去，飞机备用攻击武器一般是炸弹、非制导火箭以及机枪这类的。随着空地导弹的兴起，这些武器选择让位了。对于现在的 F-35来说，要是算上宝石路制导炸弹和联合定向攻击弹药，倒也算有备用攻击武器。只是这俩射程短、速度慢，而且还是自由落体的武器，所以美军想要使用 F-35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就需要一种速度快、精度高的对地打击武器了。也正因为这个需求，三大军火商收到了来自空军的一份合同，要求他们共同研发备用攻击武器。这是美军下一代空地导弹中的一种。这三大军火商就是洛克希德公司、诺斯罗普公司以及 L3 哈里斯公司。这份合同很简单，你们仨一起研发备用攻击武器，但是时间只有3个月，预算也只有200万美元，只需要拿出一个可以评估的技术方案，待经过验证以后，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研发了。以前美国空军实力强大，进攻方式也只是采用防空压制，在敌方防空系统开机并进行探测和攻击前，先发制人，通通都给干掉，使敌方失去防空能力。但是在海湾战争后，美军发现了一种更为新颖的概念——防空摧毁，是在防空压制的基础上强调直接摧毁。这一点伊拉克最有发言权。这个概念的主要特种就是电子战飞机与攻击飞机的联合作战，而备用攻击武器计划其实是美军为了穿越敌方反介入区域拒止防御的弹药，针对的目标也多了不少，例如敌军综合防空系统、弹道导弹发射系统、对地反潜巡航导弹发射系统、GPS 干扰器以及反卫星系统等。不过想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可不容易，这就要求 F-35必须将 SIAW 挂载到内置弹舱，要不然一架无法隐身的 F-35会被打成骰子的。而 F-22战机内部弹舱不够大，估计不会装备这款武器。防区内武器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装备 SIAW 的 F-35就可以有较大机会在防空系统拦截前摧毁目标。为了得到最好的武器，美军也是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从美军最近的各种装备计划中，我们也能发现，美军基本已经形成一个固定套路，那就是多轮竞标、全程竞标。当美军想要研制新型武器时，便找来3-5家军火巨头，你们几个都先给我提出一个技术方案来，然后军方会进行这几个技术方案的评审研究，先淘汰最差的，剩下的集体晋级下一轮。等到了第2个阶段，剩下的公司再每人拿出一个模型，不管是什么缩比模型还是什么可实操模型，明确这件装备做出来是啥样的，具备怎样的性能等等。经过第2轮比拼，再淘汰一家，最后剩下的就会进入最后一轮，也就是原型制造阶段。不过前面淘汰的也不是就此出局了，有时候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获胜公司的项目中，这样大家都有肉吃，不至于一家独大，并且还能更好地挖掘军火商的潜力。目前呢，这个备用攻击武器计划就处于竞争的第1轮，也就是各家各凭本事，拿出一个技术方案给军方看。等评估之后，就知道哪家方案最好，哪家方案最不靠谱了。
洛克希德公司相关人员表示，我们被要求开发出一款可以通过数字工程快速升级的开放、敏捷和数字化的对地攻击武器，并符合导弹具有在装备中快速升级部件能力的要求。我们第一阶段提交的数字化原型设计允许空军直接修改。在这样的设计方式下，空军向几个竞标者提供了参考架构，制定了武器中模块化组件之间的接口。导弹将会采用开放式系统架构，可以从分包商或者其他公司引进不同的零部件来完成这种武器。空军可以在没有洛马公司参与的情况下，用其他硬件替换这些模块化组件或更改控制软件等。同时，空军还在寻求空导弹和无人机的模块化设计方法，这样在未来作战中就能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而诺斯罗普公司表示，这种导弹将会在 AGM-88G 高速先进反辐射导弹基础上进行开发。不过在导引头和战斗部方面与 AGM-88E 不同，但弹体与火箭发动机则是相同。空军原本选定诺斯罗普作为备用攻击武器的唯一制造商，但在2021年，空军决定向其他公司开放该计划的竞争。不知道是不是怕诺斯罗普又让预算超标。在设计上采用数字化设计的备用攻击武器，对于目前的美军来说还挺重要的。除了弹体是固定的以外，估计里面的所有部件，像导引头、战斗部、导航系统以及发动机等等，通通可以更换，并且更换以后还不需要重新走定型程序。毕竟现在的分系统发展日新月异，一旦导弹的某个部位有了突破，就可以立即将老的换掉，新的换上，从而极大地提高导弹的性能，这就是所谓的敏捷升级。但是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导弹在设计上就需要时刻贯彻数字化设计的原则。而诺斯罗普表示，备用攻击武器采用 AGM-88G 的技术来设计。其实这个导弹的性能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是美军专门用来取代 AGM-88E 的远程反辐射导弹，主要是重新设计的弹体，可以用来装在 F-35战机的弹舱内，并且还重新设计了导引头，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任务的需求。既然是利用了 AGM-88G 的技术，火力军估计 SIAW 绝对不会差，射程估计能达到200公里。其实这个性能已经不算差，不过作为一款空地导弹， SIAW 的导引头自然与 AGM-88G 的不太一样，可能会使用雷达导引头或者红外导引头。至于战斗部这方面，既然都可以敏捷升级了，那自然怎么改都可以。不过按照火力军的估算， SIAW 可能不需要200公里的射程，但4马赫的速度是绝对要有了，这样有助于在防区内作战。另外还有一些 ARGM-1R 功能可能也会具备，例如卫星和惯性导航系统，用于最后1分钟制导的毫米波雷达导引头，以及通过数据链发送目标图像的能力。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洛克希德公司优先发布了关于这个武器的原型概念视频。从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架 F-35战机携带6枚 SIAW 导弹，其中机翼下方有4枚，内置弹舱里面也挂载了2枚。在发射弹药后， F-35战机用很快的速度向上爬升。不过洛克希德并没有透露 SIAW 采用了什么样的制导方式与战斗部， F-35 内置弹舱最多能携带的数量也不清楚，只是表示 SIAW 这种导弹不只是 F-35 可以用，也可以用在其他平台。空军要求新弹药可以快速装备、快速升级，这也就要求了成本要低廉，并且容易生产。要不然在大国冲突中，如何让 F-35 对付那么多的目标呢？这种弹药预计可能会在2027年后大规模投入使用。在导弹运用上，整个项目已经明确规定了，就是专门为 F-35 设计的，不然也不会一开始打算用 AGM-88G 来改了。这就意味着 F-35 终于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空地导弹了。此前 F-35 能携带的只有各种精确制导炸弹了，至于空对地导弹，那是真的没有。如今 SIAW 的出现算是为 F-35 弥补了最后一环。凭借着 ASQ-239 电子战系统， F-35 可以检测敌方防空系统的辐射信号，并对目标进行地理定位。
按照美国空军高层的说法， F-35就是未来的 A-10攻击机，在未来10年内会成为美军防空压制、防空摧毁的主力机型。这是第一次将5代隐身战机作为执行此类任务的主力。SIAW 可以做到快速获取目标，从而使得隐身战机能够部署导弹，再加上 F-35的隐身特性，未来 F-35与 SIAW 将会是强强联合。不过，洛克希德公布的宣传视频里面 ，F-35只写到了6枚 SIAW 导弹，并没有携带任何进行空战的空导弹。这一点在火力军看来，可能只是为了展示挂载能力，在实战中有可能是外部携带4枚 SIAW， 内部携带4枚 AIM-120空导弹，这样更符合真实作战中的需求。如果想要保持隐身性能，一架 F-35有可能只会有一个内部弹仓里面携带1枚 SIAW， 而另一个内部弹仓携带2枚 AIM-120。SIAW 空地导弹可能并不需要200公里的射程，但4马赫的速度对于 F-35来说，在与敌方防空系统交战时非常有用。在 F-35用于防空压制、防空摧毁的任务后，许多国家耗资不菲建立起的防空系统，在战时有可能第一时间遭到压制和摧毁。对于那些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来说， F-35这种能力绝对是个必须面对却又十分棘手的对抗目标。按照空军的计划，将会在15年内采购数千枚 SIAW 空地导弹来武装 F-35战机。目前，美国空军正在拟议的2023财年预算，计划推进 SIAW 空地导弹计划。从2023财年到2027财年的未来国防计划中，空军为 SIAW 的开发拨付了19亿美元的预算。2023年财年将会拨付2.83亿美元，这里面的7800万美元将会购买42枚 SIAW， 预计开发资金将会在2023财年达到峰值。防区内攻击武器对于美国实现下一代飞机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能够实施协同打击，具备高生存力，是美国空军实现临空打击的下一代打击武器。此次计划就是根据 F-35战机的特点，基于增程型先进反辐射导弹的相关技术进行改进的。防区内攻击武器还具备持续发展的潜力，使其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防区内攻击的武器将以美军现役的 F-35、正在研发中的 B-21轰炸机以及未来的 PCA-FX 未来战斗机作为平台，取代波音公司的 GDAM 制导炸弹、雷神和洛克希德公司的宝石路系列制导炸弹。在继续升级改进现有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的同时，空军正在开发的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常规型号、联合先进战术导弹、防区内攻击武器、全球精确攻击武器等项目，这些都是未来美军的主力武器。你们觉得防区内武器的发展会不会让防空系统再次革新？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